海贼王将在3年后完结，柯南海贼王传奇对谈。大家好，我是朱爱本。最近海贼王作者尾田荣一郎与名侦探柯南作者青山刚昌进行了一次梦幻联动，两位作者畅谈了各自的创作经历，也分享了各种感悟。更有意思的是，剧透了两部作品进入结局阶段的一些信息，看点十足。原文内容分别刊登在7月25日发售的周刊少年 Jump 和7月27日发售的周刊少年 Sunday， 现在也已经翻译完毕。感谢银弹君的汉化分享，全文内容超过15000字，信息量超大，也很有趣。小伙伴们可以去阅读原文。这期视频作业本挑选了一些有意思的话题和大家分享。尾田直言，1995年龙珠完结的时候，对 Jump 冲击很大，出现了一个空白期。那时候所有人都想补上龙珠留下的空缺，激烈的竞争整整持续了2年，直到后来 One Piece 开始连载，尾田成功活了下来。青山则是不太一样的状况，名侦探柯南开始连载的第一话，本来预定要放在杂志封面中间的 C 位，结果因为那年世界杯预选赛，日本足球名将中山雅史进了个很厉害的球，引起轰动，于是抢走了杂志封面，所以柯南到了第2话才重新登上了封面。可以说两部作品在一开始连载的时候都不算非常顺利，但在后面都凭借实力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名侦探柯南从1994年开始连载，比海贼王早了3年，属于前辈。在尾田看来，龙珠完结后，名侦探柯南和金田一事件簿都是少年漫画界的2个巅峰。那时候 Jump 的台柱还是浪客剑心，尾田正好在和月生活工作室当助手，和月想要让战斗漫画超越推理漫画，来引领漫画界。这种斗志也影响了尾田，所以尾田一直把柯南当成了敌人。当然，这种敌人的说法是开玩笑的。当海贼王开始连载，尾田就忙得不可开交，自动忽略掉这些周围的事情了。青山则是非常淡定。柯南最火的时候也出现过其他类似的作品，也曾想过不能输给其他类似的推理漫画，但他似乎并没有把其他作者当成敌人的打算。别人是别人，自己是自己。尾田很佩服，表示自己也是近几年才转变为那般心态了，对于自己创作作品的意义也有了更深的领悟。原话是：我一直清楚，如果海贼王停更会让读者感到失望，所以多多少少会有些责任感。不过最近也有年轻作家在Jump中得以成长，不如说就算我休息一下，也会有人支持着我。我便自认为肩上的担子也松活了些，因此我不太在意别人的漫画，感觉终于体会到了按照自己的步调来面向自己的粉丝创作这样的快活。海贼王连载了25年，尾田出道即巅峰，一直是Jump的台柱作品之一。当年的死火海3大民工漫，现在也只剩下了海贼王，可想而知尾田的压力有多大。既然要享受台柱的荣誉，自然也要背负起撑住舞台的压力。这番话也像是对之前1个月休刊的另一种解释。尾田确实太需要休息了，只有更好的心态才能把海贼王故事的最终章画好。当被问到两人对彼此的画作印象时，尾田直接表示极具魅力，对柯南里面的人设给出了很高的评价。不管是少年、成年男性、女性等各个形象，都有着让人喜爱的魅力。在漫画界，只有独特、与众不同的画风能够生存下去，所以他觉得柯南一定会火。青山则对路飞吃下香蕉果实的画面印象深刻，开玩笑的说，如果让他来画，路飞吃下果实后，首先得来一声咚咚的心跳声，就像柯南的名场面那样，新一因为吃下秘药而身体变小。海贼王的表现手法让青山觉得很新颖，特别是对吴老星每次出场的镜头十分赞赏。好家伙，吴老星每次出场不是在打电话，就是在摆 pose， 充当谜语人，确实很有逼格。尾田表示，这些角色真正的价值还没有发挥出来。吴老星可以说是最清楚海贼世界终极秘密的人之一了。柯南和海贼王动画都是早早进行了动画改编的作品，随着时间推移，剧情发展，登场角色也越来越多，所以两部作品的配音声优开始出现了重叠。例如山口胜平就同时是工藤新一、怪盗基德和乌索普的声优，又比如池田秀一是赤井和香克斯的声优，大谷玉江是关彦和乔巴的声优。当同一个人的声音出现在不同作品、不同角色身上时，就会产生一种奇妙的感觉。尾田就在柯南剧场版《万圣夜的新娘》里认出了罗宾声优出演的克里斯汀·理查德。格雷斯罗莎篇登场的雷贝卡也是柯南里面的声优林元惠。作为长篇连载动画，有时候也会遇到角色长时间掉线的情况，对应的声优老师也会因此停工好长一段时间。例如三治的声优平田广明就曾经3年没有录音。柯南里的赤井从退场到复活也经历了7年，贝尔摩德也在 TV 动画里足足5年没有出场。尾田表示，之前有没有想过动画做了这么久，声优演员们逐渐上了年纪。路飞的声优田中真弓女士还很担心地说，我要是死了的话，角色怎么办呀？龙珠孙悟空的声优野泽雅子女士就说道，你要是死了，那就我来配吧。其实雅子女士比田中还大了19岁。尾田和青山一样，都会邀请声优来自己家玩。青山家的客厅可以直接看到花火大会，尾田则会搞章鱼烧派对，随便大家玩闹。漫画家和声优们保持了良好的交流，也会因为声优们的影响调整角色的设定。尾田就表示，原本并不打算画吉祥物之类的角色，但是听到了大谷玉江的声音后，觉得太可爱了，于是把乔巴的定位换成了吉祥物。结果乔巴至今赏金没有突破500倍利。金山也很赞同这个观点，他也是听到大谷玉江的声音后，把光彦画得更偏可爱了些，也会因为声优的影响决定一些角色的名字。例如柯南中的高木社，最开始是没有角色名的，但是在动画登场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请叫我高木，然后就变成了高木刑警了。青山也很乐意的沿用了这个设定。
剧场版是基于动漫作品而延伸的独立电影，因为通常会有更加精良的制作、更加饱满而独立的故事，不仅吸引着老粉丝观看，对于新粉、路人粉也很友好。柯南每年都会制作一部剧场版电影，海贼王早期剧场版也是1年1更，但从强者世界开始，尾田开始参与制作，更新周期被拉长，变成了2到3年1更。尾田在这场对话中也谈到了这个更新周期的原因。他首先觉得柯南今年的剧场版《万圣夜的新娘》非常好看。原本他对一部专注小学生破案的漫画能够吸引女性粉丝这件事感到非常不可思议，但在看了这部剧场版里面的那些帅哥们，突然就顿悟了。青山则称赞了环境城、太佐罗那艘号称世界第一娱乐城的豪华巨轮，让青山非常喜欢。两位作者参与剧场版创作的方式不太一样，青山会直接参与到剧场版中的原画创作，但是尾田主要是在分镜检查时做一些整体修改，将创作的主力留给了导演和编剧。原因是如果在电影上花太多时间，漫画原作就很难推进了。但是为了提高电影人气，他还是会在电影里至少3年画一次来吸引新粉丝。而一旦开始画起来，尾田就想要做到十全十美，发展到现在，连电影宣传阶段也参与了，甚至连电影院的音量、所需时间、海报排版都有研究，也把自己弄得很辛苦。不过虽然嘴上在抱怨，但是青山能看出来，其实尾田也挺喜欢画剧场版的。主角是一部作品的灵魂，主角的塑造直接决定了一部作品的调性。青山认为柯南是主心骨一样的存在，尾田则觉得路飞是最好画的角色，因为他觉得自己和路飞相处最久。虽然有过许多编剧参与，但是尾田认为只有自己修改过的台词才能塑造出大家心目中的路飞。与之对应的就是柯南中的秦九。青山觉得如果给别人写台词，可能马上就会写出类似我要杀掉所有人这样的话，但青山心目中的秦九绝不会这样说。两位作者都对自己的角色有一种坚持，有些角色的细节必须亲手改过才能画好。粉丝明明可以看得出细节不同，但是一旦有其他人来写剧本，还是会写成另一个角色。这种关系也让尾田觉得很奇妙。青山又一次提到了秦九，表示秦九是100%要改，甚至编剧都会直接把剧本拿给青山请求修改。这种依赖感恰恰证明了作者对角色细节把握的重要性。虽然会辛苦一点，但能被依靠也让青山觉得很高兴。目前柯南和海贼王连载都超过了100卷，在这么长的连载里，剧情发展也会有很多起伏。在被问到会选哪一话作为转折点时，青山选了赤井和安室互相拿手枪指着对方的那一话，那是在他因病停刊出院后不久创作的，因为休息了很久，所以青山想在重新开始时涨点人气，就画了大场面作为开头，坦言自己以前还没有这么有目的性的画过。尾田则选择了5档作为转折点。1044话香蕉果实改名事件引起了不少争议，但是尾田觉得就算让大家反感也无所谓，因为想随性的画出想要的东西，至少在战斗中能画得随性一点。尾田觉得漫画里类似记号的表现形式正在逐渐消失，比如人物想起什么时会飙上灯泡，跑步时脚步会变得像风车一样，他很喜欢这种表现方式，但后来就再也画不了了。战斗漫画为了不断迎合粉丝的期待，变得越来越深刻，这是尾田很讨厌的一种现象。他绝对不想在最后画成深刻的漫画，所以要变得更随意一些。于是我们看到了这些逐渐消失的符号被路飞以5档的形式重新演绎，呈现出了一场滑稽有趣的战斗。尾田也表示自己画这一画时非常开心。青山看了5档的原画，觉得设计得很优秀，能画出这样的形象很不容易。尾田开玩笑说，就当他突然画了猫和老鼠，之前5档出现时就有不少网梗觉得这是海贼王版的猫和老鼠，这下算是官方实锤了。青山也很喜欢这部作品，相比之下更讨厌杰瑞一些，因为汤姆明明那么努力，杰瑞却是个淘气鬼。猫和老鼠的魅力就在于杰瑞和汤姆的对手戏，二者缺一不可。但尾田想在海贼王里面画出这种感觉，就变得十分困难。在战斗里，即使只有路飞一个人开玩笑，对手要是截然相反，就会形成鲜明对比，所以很难画。尾田还问青山，年纪大了以后不会觉得画动作戏很累吗？青山坦言柯南里的动作戏其实很少，所以偶尔画到的时候反而会觉得很兴奋，但是最多也就是踢踢足球，所以很快就画完了。柯南大概承包了大部分的动作戏，虽然也会有辛苦的时候，但是青山还是觉得画动作戏很有趣。柯南和海贼王连载都超过了20年，无论对于周围环境还是漫画家本身，这么长的时间里都会发生很多变化。青山从开始连载柯南起就被编辑们称呼为青山先生，而电视台、杂志社的人则是称呼青山老师。在他看来，可能这2个称谓并没有什么区别，不过尾田却很在意，一直坚持让大家称呼他为尾田先生。因为和年轻编辑相处的时候，总会变成对方用敬语，自己用非敬语的情况，无形中就会产生上下关系的感觉。尾田认为这样会使人们无法对他提出意见，所以不喜欢老师这样的叫法，而让大家叫尾田先生。漫画开始连载后，2位作者的身体状况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尾田立马就变胖了，偶尔也会有2-3天不吃饭的时候，有时候是没时间吃，有时候是因为吃了之后会犯困，所以和别人相比，平时算是不怎么吃的，但之后又会吃很多。青山表示自己以前也很胖，但是生病之后按照医生的建议减肥了。除了身体以外，最大的变化还是身份的改变，影响力在无形中变大了。尾田觉得自己在不知不觉中有了奇怪的权利，随口一说就变成了决定性发言。青山十分赞同，这样也让他们的发言变得谨慎起来，会感觉到一种责任感。到后来，尾田身边的编辑也有不少是自己的粉丝，甚至让他都没法严格起来，变得很温柔。
虽然如此，编辑们还是会出色的完成工作，因为是真的喜爱海贼王。如果有朝一日不再被身份拖累，可以随便画自己想画的东西。青山表示自己想要画《西游记》，从以前就很喜欢悟空，是个最强的角色。尾田则表示自己现在就已经在画想画的东西了，比如机器人。这些想法都被放到了《海贼王》这部作品里。如果再选一次，他还是会画海贼王。一部漫画作品在讲好自己故事的同时，本身也拥有着某种力量。尾田将漫画当成交朋友的道具，因为它可以成为共同的话题。自己小时候因为漫画交了很多朋友，海贼王是梦想的世界，所以尾田也很想要画好一些画面。青山则开玩笑地说，希望大家都能像名侦探柯南里面的角色一样谈恋爱。不过似乎这是部杀人恋爱喜剧，海贼王中的恋爱元素很少，这其实是尾田有意为之，因为在 Jump 的传统里，漫画有明确的分类，恋爱喜剧类和战斗类是完全不一样的类型，所以 Jump 里也极少有既是战斗类又是恋爱喜剧的作品。尾田也担心老是画恋爱会导致粉丝流失。不过恋爱喜剧是青山比较擅长的，柯南中一些设定很巧妙，情侣关系并不会有什么影响，甚至会让粉丝激动，反而是友情这个元素在柯南里面比较难体现。青山觉得画不出那种热血的感觉。聊到女性角色时，尾田直言以前的 Jump 有很多漫画家是不画女性角色的，所以自己会有意的突出女性角色，强化一些强大的女性。娜美就是一个例子。后来在纪念海贼王连载1000话的全球人气投票中，娜美获得第3名。在日本，娜美的人气也是压倒性的，但是放到全世界范围，罗宾这样的成熟女性也很受欢迎。尾田感叹不同国家感觉完全不同，青山则觉得名侦探柯南在中国也非常有人气，没有感觉那么不同。不过灰原哀在国外也是特别有人气。在剧场版万圣夜的新娘祭典活动中，灰原拿到了女性角色人气投票的第1名。在创作角色时，青山坦言自己会凭直觉，觉得想要某个角色或者角色不够的时候，就会直接画出来。尾田在创作角色时，则会有更多借鉴，角色名字都是从各种各样的地方拿过来，比如杰尔玛家族的兄弟山治、尼治、伊治。尾田很早就想好了山治绅士的设定，连载的时候，女儿正好迷上了阿松，里面有一个6胞胎的设定，尾田想让女儿喜欢，所以就把杰尔玛定为了4胞胎。两部作品在漫长的连载中都积累了不少伏笔，随着故事中的悬念越来越多，也让读者们分析剧情的热情越来越高，形成了广泛的讨论，无形中又助长了作品人气。两位作者也有关注到这种现象。青山表示自己会看推测类的 YouTube， 像柯南这样的推理类故事，经常会出现各种暗号，一下子就被观众破解了，毕竟对手是几百万人，根本打不过。尾田也看过其他人的海贼王剧情预测，有些真的被猜中了，可能是怕自己被影响，后来干脆就不看了。一些重要剧情被猜中后，两位作者的反应也不太一样。当粉丝猜到黑衣组织的头目是雾丸绫耶时，青山就觉得既然被猜中了，那就画出来吧，十分淡定。毕竟后面还有不少秘密，依然保有悬念。而尾田在被读者猜中后，有时候会选择修改自己的想法。如果读者猜到的是大方向上的，就不会改，因为伏笔都已经全部铺好了，所以就只能画得有趣一些，去超越读者的想象。在海贼王刚开始连载时，主要是通过粉丝来信在 SBS 专栏里交流。但是互联网时代的到来，让大家的讨论变得更加方便而自由，许多铺垫就成为了大家热议的话题，这让尾田十分意外。柯南和海贼王两部作品的不少伏笔都是经过几年的时间才回收，这种过程也让作品充满魅力。不过两位作者使用伏笔的方式不太一样，尾田觉得柯南故事的伏笔铺设得非常牢固，而他更倾向于留白，也是给未来填坑时留有空间，而不像柯南的伏笔每处都有很强的理由。不过这也是因为作品类型不同，柯南是推理作品，逻辑性也要更强。长篇连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中间会经历许许多多的事情，作者本身也需要用各种方式来保持良好的状态。尾田和青山都很注重工作之余的放松，来让自己的身体得到休息。青山会玩动森、舰队收藏，尾田原本会去踢足球，现在改成了出门散步，顺便玩宝可梦 Go。虽然如此，平日里的工作压力还是让两位作者基本没有什么休息时间。虽然现在柯南和海贼王两部作品都非常成功，但是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尾田和青山都没有想到会连载这么长时间。原计划柯南是只有1卷左右的内容就结束，但是到第2话的时候，人气快速提升，一路登顶，连青山自己都觉得十分意外，当下就觉得不能完结，所以就顺势连载下去了。而尾田也是觉得有朝一日要完结海贼王，不过现在有很多想画的东西和必须画的剧情没画，所以还不行。这个漫长的连载过程虽然很辛苦，但是两位作者都乐在其中，大概也是因为一直很享受作画的乐趣。青山从小时候开始就一直很喜欢福尔摩斯，在小学的毕业作文集里面写过我要做一名中画私家侦探的漫画家，没想到长大后成为了现实。尾田则在海贼王故事的框架里找到了描绘自己喜欢的事物最舒服的方式。伟大航路之后十分自由，设定在一片国与国之间无法交流的残酷的海上，每个岛的气候和文化都完全不同，每到一个新的岛就画那个时候想画的东西。尾田开玩笑的说，如果不是因为寿命有限，可以一直增加岛屿无限画下去。在海贼王的世界观里还真是没有毛病。柯南的故事里也有相似的自由性，当青山想要画足球的时候，就会画足球选手之间的杀人事件，然后画了3画左右就觉得差不多画够了。他把这点作为能够长久连载的秘诀之一。好家伙，难怪柯南走到哪里就出事。
随着故事的发展，两部作品都进入高潮。名侦探柯南中已经揭露黑衣组织2号人物拉姆的真实身份，海贼王也即将进入最终章，可以说都进入了大结局的倒计时。在刚开始连载的时候，尾田原本打算用5年时间结束海贼王，其中1年半的时间大概聚集10个伙伴左右这样的想法。他坦言自己是以游戏的感觉去构思，结果想得太简单了。青山则爆料自己已经把柯南结局的草稿画好了，因为之前生过一场大病，感觉到人生无常，所以在5年前就把结局草稿先画了，定下了结局，也变得轻松起来。现在就是把结局前的故事交代清楚。尾田也表示，海贼王很早就构思好了结局的情节，但是还会根据时不时的情况发生变化。当被问到距离结局还有几年时，两位作者都不置可否。尾田因为自己也摸不准，没有底气说出具体时间，姑且以3年为目标。青山也觉得谁也无法说准结局时间，因为角色不是一成不变的。两部作品进入高潮阶段的故事也小小剧透了一下。青山表示一定要画一下过去拉姆的双眼都还在时的故事，赤井秀一的父亲雾也会牵涉其中。而尾田想画的场景非常多，特别是过去的故事，包括空白100年里到底发生了什么，这将会是一段很有趣的故事。以上就是本期柯南海贼王传奇对谈的内容分享啦。不得不说，漫画家真是一个辛苦而又有趣的职业，在无数光环的背后，是为自己的作品呕心沥血的艰辛。有人说，漫画家自己的故事有时候比漫画更加热血，所有成功都来之不易吧。希望两部作品都能把最后的故事讲好，给大家的青春画上一个超完美的句号。我是朱爱本，下期见啦。